藏海船导演曹艺文，肖战赋予沧海致命吸引力。专访：古装传奇剧《沧海船》正在优酷热播中，由郑晓龙担任总导演，曹艺文导演，肖战领衔主演的古装传奇剧《沧海船》正在优酷热播中。《沧海船》以男主藏海的复仇和成长为主线，讲述堪舆天才藏海蛰伏10年、智破朝堂迷局的复仇传奇，在智谋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打开人生格局。日前，该剧导演曹艺文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面对藏海这个隐忍的角色，收比放的表演更困难，而肖战的表演非常克制，控制力很强。在曹艺文看来，肖战在外形上和藏海有着相似的气质，赋予了藏海致命的吸引力。肖战本身也具有文人的风骨感，温文儒雅、开朗谦虚。藏海不是开金手指的复仇机器。藏海船讲述了亲历满门覆灭之祸的大庸国钦天监郑之子智奴，在10年后化名沧海，重返京城，凭借多年学习的营造技艺和纵横之术，智搏坚定，携手挚爱朋友，守卫国家的故事。曹艺文表示，沧海船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复仇爽剧，它有着悲剧底蕴，主人公藏海也不是复仇机器，而是一个真实的人，有着自身清晰的成长脉络以及自己的思辨。沧海一路走过来很艰辛，复仇之后他所获得的不是单纯的胜利感，而是公道自在人心，善恶有报。沧海这个复杂角色已经无法用单一性格概括，他既怀揣复仇的决绝，又保有内心的柔软。剧中10年跨度里，沧海从孤身知府到执旗，搅动朝堂风云，身份心境的极致转变也让肖战着迷。他短短10几年经历的跌宕，足以构成一部传奇。在曹艺文看来，沧海在来京复仇之前，他是单纯的一心想复仇，来京后见到了无辜百姓被杀，他逐渐明白自己要对抗的不仅仅是仇人，而是封建王朝制度对底层的压迫。所以在复仇之外，沧海开始为百姓寻求抗争，复仇不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从复仇者逐渐蜕变成了守护者。沧海这个复杂角色已经无法用单一性格概括，他既怀揣复仇的决绝，又保有内心的柔软。剧中口技艺人模拟市井喧哗，昆曲水袖拂过耀发木偶戏的火树银花，这些元素并非装饰。当沧海在人群中穿行时，他守护的家国大义具象为这些鲜活的文明碎片。此外，沧海布局的每个环节都埋设伏笔，计谋也都有自身的逻辑。对于沧海精通的堪舆术与纵横术，剧中所展现的也是去神话。堪舆不是玄学，而是古人对地理建筑的智慧结晶。而纵横术的拉拢、离间手段则成为推动复仇的关键。沧海不是开金手指，他的每一步博弈都有代价，观众会看到复仇背后的人性挣扎。肖战收着眼，比放开了眼难10倍。藏海船作为肖战出演的首部古装同期声作品，大量堪舆术语和古文台词是很大挑战。剧中藏海台词的中音分配、潜台词表达都需要演员去用心琢磨。曹艺文表示，他曾经自己试着背了一下沧海的词，就知道有多难了。肖战每天的准备功课很足。剧中肖战有一场戏让曹艺文印象深刻。剧情进展到后半段，沧海发现陪伴他10年的师傅足足骗了他10年。沧海和师傅有一段对话，这一场戏可以演绎成为激烈的争吵，但导演想要的是沧海和师傅生活化的聊家常，嘴上说着轻松的话，眼神透露出无声的渴求，希望师傅跟他说实话，袒露真相。他甚至愿意去原谅，但师傅回避了。沧海带着巨大的失望。这个场景下，沧海没有一句台词，收着眼比放开了眼难10倍。肖战通过他的演绎，让人看到了当时沧海的心理变化，表现很容易，难得是克制控制。曹艺文表示，肖战将沧海的克制控制演绎得十分到位。在拍戏之外，肖战也经常会和曹艺文一起聊天，两个年轻人一起也互相给予了彼此很多情绪价值，共同探讨一些关于音乐、电影的话题。
在拍摄现场，肖战会问曹艺文：“导演，这场戏你想用什么音乐？”大家一起用音乐的节奏来感受这场戏，感情线会让人感到温暖。导演曹艺文在沧海船拍摄现场，传统复仇叙事像抛物线，高潮及终点，沧海的轨迹却是螺旋上升的。在曹艺文看来，剧中每条线索都暗藏玄机，神秘面具人的真实身份，嫡喜背后的朝堂秘密，星斗大师赴死的真相，这些伏笔编织成网，让沧海的个人复仇逐渐卷入家国命运的洪流。在曹艺文看来，沧海与冬夏公主的感情线会让人感到温暖。当沧海与冬夏公主的情感升温发展，也逐渐消解了复仇者的单维度形象。曹艺文表示，两个人的感情线也会让人感到温暖，并且不会脱离故事主线，到最后会有所汇合。沧海实在是太苦了，他是个自我毁灭式的人物，他一路在复仇路上艰难前行，我们也希望他能有一段感情来填补，这一路他能有所收获。因为最近做的几个视频呢，都是跟《藏海传》相关的嘛，所以说收到的私信当中有部分的问题呢，就是关于 S 加剧集的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这样问的啊。咱们 S 加剧集这样子的体量的剧呢，一般都是先立项后请人，还是先请了人之后才逐渐去做项目的？每一个平台它的做法呢，以前是不太一样的，但是现在呢，基本都是人本位了啊，也不用提什么 S 加了。大部分的咱们国内的这种影视剧集都是要先有一个团队。或者是导演和演员他俩自己商量好了，找了一批人去传了一个剧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在讲为什么之前，我们先来聊一下，其实这些人的档期是非常难抓的，他们的窗口期转瞬即逝，一旦有了一丝一毫的消息 ，OK， 这些人有窗口期了，制片人就会像饿狼扑食一样赶紧扑过去，甭管这个项目先到哪个阶段，先把它的周期拿下来。为什么人会成为现在的咱们影视制作的项目的生死命门？首先，对于真正在业内从事的人，而不是那些宏观批判那些人啊，我们什么流量怎么低的那些什么编剧之类的，他们就天天在那儿张张嘴也不干实事儿的。真正在业内挣扎的这些人来讲呢，演员加金牌导演就等于保险单，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风险对冲。你比如像肖战参演的这些剧集，它的播出事故率是趋近于0的。你再看咱们的导演郑晓龙这3个字一打出来，就等于是品质的通行证加上播出护城河。而且大家有历史可查，比如说像它的获审率是趋近于100%的，各大平台的采购的议价率是高达45%的，而且其带来的这种流量话题度，这些粉丝度呢，是可以去保障很多的底盘的数据的，收视率是过亿的。收视率之外呢，比如这个平台的讨论量这种数据呢，你做都做不来，对不对？而且现在的很多平台呢，不像以前了我觉得你这个项目是一个 S 加的项目，所以我给你个框，这是个 S 加项目，在里填配置。那么现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我有了这个配置之后，我向上面提要求，你看我已经自动触达到了 S 加剧集的这样子的一个水平。所以说呢 ，S 级的演员加上金牌导演呢，就自动触发了 S 加级别就意味着单集采购价是可以达到大几百万甚至近千万的。那么也就意味着广告位是可以提前半年就售罄的，融资的效率因为这些得到了几何倍的提升，资方的决策周期呢就可以从3个月压缩到比如72小时。与此同时呢，很多咱们上面的补贴的项目优先级也都会给到我们这个项目了。那我以前呢也有同行朋友他们是先立了项再去请人的，这个结果比较惨烈。比如说他呢耗时了可能8、9、10来个月去打磨了一个剧本之后呢，去请这个 S 加级的演员。S 加级的演员呢，他请了3位吧，这3位就会以时间不够充裕角色不够匹配等等的一系列原因就拒绝了那么呢，他们就只能降级去启用一个 A 级的演员这个时候呢，平台看到了这样的配置之后呢，就给他们砍了40%的价，他们的融资的资金呢也就跟着有点断裂跟搁置了。后来我去看了这个24年的影视白皮书那大部分这样子降级之后的剧的融资率呢都是达不到17%的。
这些主演签约之后呢，可能因为自己扛不起来这个剧，就要去改这里面的角色，去改这些剧本里面的内容，推翻重写率呢也是将近68%的。我们看到这一系列的操作之后，很多人就会说了，我们现在缺乏创新，平台缺乏很多真正意义上的资金啊。那这些其实都是怎么讲呢？全球都是一个样，因为好莱坞它有这种包档期式的合约，也是普及了很多年的，比如说预付30%哈，锁定这些顶流几年的时间去完成其中的一个项目。那么为什么要锁定一些顶流，而不锁定一个普通的演员啊？他们剧本那么强，资金那么强，随便找个演员就行了呀。全世界范围来讲，顶流优秀演员都是必须要提前锁定，非常难得的，他们并不是无所谓的存在，至少在我们业内来讲，全球经济下行的趋势来讲，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已经逐渐在咱们的影视圈呢已经形成了。而且呢，横店还建立了很多关于演员价值动态数据库，可以实时我们更新这些演员的他们的一些抗风险的能力哈。剧未动，人先行，这是影视工业的残酷，但也是它真实的背后逻辑。